在刚开始建的时候都不是为了只是让别人看的，一直到5楼到6楼过后，周围都没有遮挡的了，就出名了。既然让别人看嘛，我就让别人看得更明显一点。18年改造老瓦房的时候，突然有那种突发奇想，自己想要铺更高一层，一建好我就搬上去。5楼是19年年底就建好了的，这里当书房，那边是当卧室，整整住了2年。那时就在这里看书啊，这个全球通史3000多万字的，好一点。住了2年过后，又想要再拔高一点，住进6楼，就感觉又不一样了。去年12月份的时候，一次性建了7、8、9，到第10楼那个小平台估计有23米吧。今年上半年都住在第7楼。6月份的时候，想要在这个3伏天住在第8楼去看一下，才只有3个多平方米嘛，就给它封起来，住了90多天，将近100天。那纯粹就是有点冒险，有点行为艺术的感觉了。小时候从来是不太听话，高考超过我们省重点将近30分吧，所以说报了那个南京农业大学很新的一个专业，叫信息与计算科学。C 语言啊，结尾，学过那个解析几何，想象空间想象的话比这个复杂多了，还获得那个什么奖学金的嘛。不会画图纸，全部就凭空设想。我建这个房子气象数据我要查的，关键是我们这里不会有台风，上面越来越小嘛，见到风的那个阻力，加固了很多次，绳子都是后面加的，就要搬石头，压得很重的。还有就是抱木材，费了不少劲。经过考验过后，更加自信了嘛。哪怕10级它不可能会吹倒，晃动那肯定是会存在的。从5楼、4楼以上就有点那种艺术创造的那种，弄点植物书架，挂了好几十幅字画。反正60米自己也喜欢，自己房子也简陋，确实简陋。至于德那块我们就不谈多少，道德是自我约束是吧？法律是约束别人，道德是不能拿来约束别人的。我是1982年在这个地方生，那时周围都有邻居，像原始村落吧。在老早以前是那个国有森林，我们小时候放牛的地方，去采蘑菇的地方。因为距城市近了，城市在扩展，活动的范围就很少了。以前这周围好多都是我们家自己的地，想开垦出来，想种什么就种什么。19年把鱼塘挖好就查得有柳树的，这些芭蕉树都是最近这5年来陆陆续续栽的，那些牧草也是都已经栽了有3年了。老早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就喜欢农村生活，后来我还是不想去当程序员，还有3年的那个就是助学贷款都没还，被逼无奈也要出去。06年12月底去上海在打销售，有时候也难免要喝酒啊，去敬人家呀。我现在的状态其实是以前向往的，农业生活、人际关系啊，好多方面我都想尽可能简单一点好，自己主控自己的时间。养鸡养鸭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吧，开销都是很低，收入的话也很低。现在反而有世外桃源的感觉。其实我素来就不在乎外面的说法啊，要是很在乎外面怕别人说的话，就好多都做不到。站得更高一点，隔绝感更强吧。楼下的世界对我来说都是朦胧的。独立感更强，那种自由感可能也更强一点。